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開講，我要繼續談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這一集要談1961年，民國50年的歷史。民國50年當然有很多歷史可以談，不過這一集我想談的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個持續的現象，就是所謂的戰後嬰兒潮。這個現象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而是當時全世界普遍面臨的現象。因為持續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男人從戰場回來了，社會生活恢復正常，和平歲月到來，那自然就具體實現了1960年代一句著名的反戰口號 ：“Make love, not war”， 做愛不作戰。當然，這一年的台灣沒有戰爭，但是仍然積極備戰。例如4月1日，國軍成立國光計劃室，進行反攻大陸的作戰規劃。而這一年，台灣與美國的空降部隊舉行了東亞規模最大的天兵1號聯合空降作戰演習，而金門也仍然承受着共軍零星的炮火。不過，在當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保障之下，台海局勢穩定，台灣社會安定，所以台灣戰後嬰兒潮是一波接一波，而不可收拾。當時的台灣從1953年到1965年，每年的新生嬰兒數都突破40萬人，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如果我們對照去年2025年，台灣的新生嬰兒還不到11萬人，兩者相差了將近4倍。但是如果我們比較人口基數，那麼兩者的差距就不只是4倍了。1961年，台灣的人口總數大約是1100萬人，而嬰兒出生數約42萬人。而2025年，台灣的人口總數已經突破2300萬人，但是嬰兒出生數大約才10萬8千人。因為戰後嬰兒潮，當時台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每年3%，而現在已經是連續27個月人口負成長，也就是說每個月死亡的人口高於出生的人口。當時台灣面臨的戰後嬰兒潮，當然會給台灣帶來社會壓力。著名的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在1798年的人口論就有提出一個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的理論。馬爾薩斯陷阱是說，人口增加的速度會大於糧食增長的速度。人口成長是呈指數、幾何級數增長，例如2、4、8、16、32，而糧食的增加則是呈線性級數、算術級數。2、3、4、5、6、7、8呈線性增長，每個人能獲得的平均糧食會下降，會帶給社會壓力，最後導致饑荒、戰爭，而促成人口減少，以減輕人口與糧食之間的失衡關係。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經常經歷一治一亂的循環，就是沒有辦法跳脫馬爾薩斯陷阱的實力。當時的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就察覺到，台灣人口過度成長會吃掉經濟發展的果實，而拉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家庭沒有餘力投資兒女的教育，而無法提升人民的素質。我就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我堂哥是國小老師，一生都在教書，他是在新雅國小任教。那我堂哥的年齡比我大很多，1961年的時候他就已經33歲了。那他曾經舉過一個實際的例子，就是他班上有一位女學生，成績非常的優秀，如果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學霸級的。但是小學畢業之後，他的家長不讓他升學，就直接到工廠去上班。那我的堂哥曾經拜訪這個家庭多次，苦勸他的父母，但是最後還是失敗。所以提到這件事情，他就是感慨萬千。那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台灣的家庭普遍生了很多子女，那如果家庭不夠寬裕的話，那可能小學畢業，那父母就會叫兒女趕快去上班賺錢。那當時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之下，如果要升學，那也是兒子優先。所以做姐姐的，不管你成績再好，你國小畢業之後，你就趕快去上班賺錢，以供養讓弟弟將來能夠升學。這就是一個我聽過的實際的例子。所以當時蔣夢麟率先提倡節育，如果家庭子女數能夠減少經濟負擔，那麼家庭就更能夠栽培子女，讓孩子有機會接受較良好的教育，以提升國家的人口素質。
蔣夢麟是當時開明的知識分子，他是留學美國，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指導老師就是美國知名哲學家及教育家約翰·杜威。蔣夢麟回到中國之後，曾經擔任教育部長及北京大學校長。他寫的自傳《西潮》，我在年輕的時候就讀過這本書。蔣夢麟是在1948年到1964年擔任首任農復會主任委員，任期長達16年。而蔣夢麟任職的農復會是當時美國重要的援華機構，全名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農復會是1947年在南京成立，希望協助中國農村的發展，不過為時已晚。當時中國的農民已經倒向中國共產黨，導致國民黨在內戰失敗。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而農復會也遷移至台灣，後來成為重要的美援機構。當時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有1/3是交由農復會運用，而農復會的委員是由台灣及美國政府共同指派，有台灣人也有美國人。而蔣夢麟出任主任委員，當時這個機構的經費是來自美國，所以它的運作也較為獨立，不受官僚體系的牽制，組織風氣也較為開明，因此能夠吸引到優秀的人才。針對戰後嬰兒潮帶來的衝擊，蔣夢麟當時率先提倡節育及家庭計劃。他表示，台灣的人口增長太快，會對經濟造成不良的影響。不過，當時這樣的主張卻遭到立法院及社會輿論的圍剿。蔣夢麟甚至遭到嚴重的批評及人身攻擊，因為當時社會的傳統觀念及政治意識形態還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觀念。例如，一些保守派的老立法委員就舉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提到的“中國人口若不增加，就會被帝國主義列強自然淘汰”，所以他們認為推行節育是違背國父遺教。當時蔣夢麟甚至收到自稱愛國人士的匿名信攻擊，威脅要暗殺他。這位愛國人士認為提倡節育是叛國的行為，節育政策會導致國家未來的兵源不足，那麼如何反攻大陸呢？當時台灣號稱有50萬兵力，其中很多是1949年蔣介石從中國大陸帶到台灣的軍隊。在20-30年之後，這些軍人會陸續除役。那如果台灣現在提倡節育，那麼20-30年之後，台灣就會面臨兵源不足，這樣會削弱台灣的軍事力量。那麼我們如何反攻大陸呢？所以主張節育就是減損國力，是亂臣賊子的行為。那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所以當時甚至有人提出殺蔣夢麟以謝國人的口號。而當時蔣夢麟則在記者會上公開的回應說：“我現在要積極的提倡節育運動，我已經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因為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蔣夢麟是在1959年4月13日召開記者會，正式提出面對台灣日益迫切的人口問題，我們必須實施節育與家庭計劃。不過因為社會反對的聲浪太大，所以一直拖到1964年，在蔣介石總統的支持下，台灣正式實施家庭計劃，而喊出大家都很熟悉的口號“2個孩子恰恰好”。蔣夢麟提倡節育以及他後來的遭遇，讓我想起詩人李白說過的一句話：“古來聖賢皆寂寞。”如果一個人的思想領先他所處的時代，那麼往往會遭到無情的批評。不過在蔣夢麟那個時代，要以言論批評別人是比較麻煩的。你得寫文章投訴媒體，或者寫信貼郵票，透過郵局把信寄給對方。這過程如果嫌麻煩，那可能就會放棄了。但是現在是數位時代，又是自由民主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輕易的發言，可以更輕易的發言批評別人。蔣夢麟的時代如果是網絡時代，那麼他可能會受到排山倒海的言論攻擊吧。這也讓我想起胡適先生說過的一句名言，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當時曾經引起一些誤解，有些人批評說，當時台灣在戒嚴時期，連言論自由都沒有了，
你還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你是不是被摸頭了呢？但是到了我們現在這個自由民主的時代，我就深深體會到胡適先生說的這句話真的是至理名言，因為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假如我是一位同性戀者，但是這個社會沒辦法容忍同性戀，甚至會對同性戀者展開無情的攻擊與羞辱，那麼我就會失去同性戀愛的自由。而如果我今天有一個與大眾主流不同的歷史見解，但是如果我提出這樣的言論，會在網絡上遇到無情的攻擊，甚至人格毀滅，那麼也許我就放棄了。雖然我有這樣的自由，但是我不敢行使這樣的自由，因為社會對這樣的言論沒有容忍度，那麼我又何必自找麻煩呢？所以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當年蔣夢麟堅持自己的主張，而後來也促成台灣人口政策的改變。1964年政府推廣家庭計劃之後，戰後嬰兒潮的趨勢逐漸改變，而後來隨着工商時代來臨，社會變遷，台灣的出生率已逐年下降。而50年之後，少子化已成為台灣的國安問題。而當然，這也不是台灣單獨面對的問題，而是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普遍面臨的課題。當年這些國家同樣面臨戰後嬰兒潮的衝擊，而現在則是共同面臨少子化的衝擊。這當然也是蔣夢麟當年無法預見的社會發展。當年政府的政策是因應生太多的人口問題，現在則是為生太少的問題而苦惱。所以我在想，假如蔣夢麟的孫子現在在台灣擔任內政部長，那麼他到立法院備詢的時候，會有立法委員質詢時火力全開地說，今天台灣面臨少子化的問題，你要不要為你祖父當年提倡的節育政策而道歉呢？當然不必要，因為每個時代面臨的問題都不一樣，環境改變，當然公共政策就應該有所調整。50年前或30年前的公共政策，在當時是適當的，但是因為後來環境改變了，當然必須做適度的調整，甚至改弦易轍。這並不表示當年的政策是錯誤的，而是因為環境改變了。1961年，台灣還發生了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我是在那一年出生，加入台灣戰後嬰兒潮的一員。而如今我則是正式加入台灣現在正方興未艾的老人潮了。從1961年起，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主題，對我來說就不是單純的在談歷史了，也是在回顧我人生所走過的路。我今天的同理開講就在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一集下一年1962年見，拜拜。